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刚才不是还在爬山吗？我叫叶斌，今年14岁，眼前抱着我的是洛西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为了躲避大部落追杀，逃难到这儿。全族只剩30多人，14个猎手，12个女人，4个残疾老弱，小孩加起来才6个。不久前，我们落水部落族人打猎，被狼部落人看到，被盯上了。他们狼部落有100多人，常年吃动物内脏，晚上视力极好，而我们常年不吃内脏，一到晚上就两眼一抹黑。所有人背靠背，举矛防御。青狼跑了，狼部落肯定会再来报复。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部落，该怎么活下去？在这片地方，从来没人敢打伤我的族人。你带20人过去，直接把落水部落给灭了。男人全部杀死，女人给我全都抢回来。好的，首领。明天一早，我们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重新再找一个家园，一切从头再来。出事了！跟我一起往外杀！女人跟孩子们先走！首领受伤了！只差一点就能把他们全杀了。撤，回部落。我老家在农村，简单的止血草药还是认识的。这山里杂草这么多，肯定能找到。不及时止血，过不了多久，首领就会进入虚弱期，到时候部落失去主心骨，只会更危险。所有人听我说，立即围成圆形，老人、女人、孩子站中间，男人站外圈，往前面的山洞退。就连战力最强的首领也伤了一条手臂，情况不能更糟糕了。女人们先进山洞，然后是老人和孩子，男人们跟在最后，守住洞口。晚上没有火，根本挡不住这群狼。首领，你带着大家先挡一阵，我来生火。
这身体原主就是个普通族人，之前摔下树摔坏了脑子，也难怪他们不信。生火，是生火！女人去捡碎树枝添火，别让火灭了。命是保住了，可接下来得先让族人吃饱。首领，这附近有没有地势高、猎物多，还有充足水源的地方？有，不远处的黄河谷，中间是山谷，猎物多，水源也足。我们要搬家，去黄河谷，那里有充足的食物，还有足够的水源。大家听我说，前面不远处有一条溪河，我们去抓鱼，先让大家伙吃饱饭。水跟光有折射反应，直接刺是不可能刺中的，一定要刺于下面的位置。带上这些头毛器和木矛，遇到猎物和猛兽，我们就能隔着200米发起攻击。忍着点儿，敷上3七粉，伤口就不会感染了。只有跟着强壮的男人，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一路上这小姑娘总偷偷看我，其实我早就注意到她了，我也挺喜欢她的。前世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掏心掏肺的，最后还是被抛弃了。如今老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份心意我肯定要好好珍惜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快速赶到新家的位置，把族人们全部安置下来。这肉要是有盐就好了，下一步就要找盐。燕军，顶住！别让他们进来！
我们挖这么大一个坑，到底有什么用处？这个东西叫做陷阱。等下把短竹矛插在底下，有动物走上去掉进陷阱，就会被刺穿身体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样泥我们这里有很多，为什么还要出去挖？这个叫做粘土，它可以制作陶器。用粘土制作的陶器成功率很高，可以炖肉吃，还可以煮野菜。平常10个人吃的烤肉，用陶锅放野菜蘑菇炖出来，能让15个人吃饱，这样冬天就不会饿死人了。这孩子醒了之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只有他能带部落走下去。他是天赐的首领。从今日起，叶斌便是我们落水部落的新首领。不行，我年纪太小，身子也弱，担不起首领之位。你一定可以的，我们都相信你。我答应大家，部落搬了新家，该有个新名字了。以后的部落就叫华夏部落。我只是在考虑部落的未来。你们去林边捡些干燥木材回来，注意安全。黑牛首领手臂有伤，你去陷阱那边看看有没有猎物中刀。好。每天割草喂养它们，等缺食物的时候再杀，会更划算。你们经验足，来制作前头批量造弓箭。量产弓箭，守住部落安全。地基减半，抓紧时间盖房。笨死了！原始社会完全能编织草鞋。
木炭温度足够，夹风箱就能烧陶器。你留在这里，持续填炭烧火。先建出第一间房，夜里才算彻底安全。野狼、野狗、豹子都推不倒泥墙。也不知道今天的陷阱有没有捉到猎物，这俩家伙别是出什么事儿了。现在部落加上我才8个男人，黑豹黑牛出去了，只剩6个男人。一开始射不准，练得多了找到手感，后来越打越顺手，光顾着捕猎就忘了时间。以后天黑之前必须赶回部落，不然逐出部落。是。陶器烧制成功了。部落里没盐，只能直接用水煮。长时间不吃盐，人会没力气。首领，这房子真能住人吗？当然可以住人。被弓箭射中猎物基本都会死，只有血流尽了才能抓到。将来跟人对战，能快速抽出剑枝，立刻反击，获胜的机会就会大很多。原始部落都是首世先知，代表族长的地位，到哪儿都有规矩。原始人也一样。之后是男人们盛饭，再是女人、小孩，最后是老人。有我在，大家食物分量都一样，只是有先后顺序，没有歧视的意思。必须用筷子吃饭，饭前也要洗手，不然不许吃。
原本27个人的食物量，今晚只用了14个人的量，就让大家吃饱了。房子比外面舒服10几倍，以前睡外面晚上冷得要死，盖着兽皮也冻得慌。你们2人一组，轮流守夜，有动静立刻预警。房子里没火，就会一片漆黑。要是有其他部落的人或者野兽围过来，就危险了。你们在水源附近再挖2个陷阱，这样就不用天天跑出去打猎。部落现在正缺人手。昨天那2个族人做出了800个泥砖，今天刚好用来盖厕所。以后分男女厕所，女人上厕所要蹲着上，不许走错。走错厕所的，发现1次，2天之内不许吃食物。等房子建好了，把黄泥坑灌满水，再捕些鱼放进去，又是一个储存食物的好办法。当第1块泥砖落下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破土而出。我俩射了20多箭，才射死这头野猪。多亏你昨晚帮我们在箭枝上装了锋利的石锥，才能拿下它。今天我们还挖了3个陷阱，以后就不用天天出去打猎了，在家也有食物吃。狼来了，快起来！上次和狼王交手用的都是石矛，他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弓箭这种大杀器。都换上了石锥箭头，杀伤力足够大。放箭！强者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，只有经过血的洗礼，才能真正变强。
心里那个痛啊！我的养殖场还没开始，难道就要结束了？又有猎物，这下不愁吃不饱了。建一间房屋仅需3000多泥砖，建材已经完全充足。啊！原始人也太那个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……我一个现代人的灵魂哪受得了这场面？尴尬的都能用脚趾抠出4室一厅。也难怪，对他们来说，繁衍是延续部落生命的希望。万一哪天哪个男人欺负了洛西，我连想死的心都有。不行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该怎么开口跟他说？这心跳声也太大了，不会被他听见吧？他怎么过来了？我从小母亲就被人杀死了，父亲虽然是部落首领，可天天忙着管理部落，很少关心我。在部落里，只有首领能有专属的女人，其他族人都没有定数，有时候连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。我长得太瘦，部落里的男人都不喜欢我，说跟我生的孩子会太弱。叶斌他会不会？怎么办？我好紧张。洛西，你以后能不能除了我，不要跟别的？他答应我了，等我们再大一点就要了他。虽说原始人14岁就有生小孩的，但我打算等到16岁再娶她。哎呦呀！好。这次的城墙要建高3米，宽1.5米，人站在上面用弓箭防守，就算老虎来了也跳不进来。大象也得费半天功夫。只要没人从里面开门，就算100多人来也打不进来。这是个大工程，可一旦建好，部落就再也不怕突发危险了。泥砖里加了杂草、碎石和草木灰，等彻底干枯了，就算下雨天也不怕泡坏。城墙的主要作用是围住部落的房子，再留出土地以后种粮食。总共要建4面，每面200多米，全部完工大概有800-900米长。以后部落要发展，要扩张人口，才能应对4面8方的危险，发展文明，建立规矩，一步步走向法治。陷阱抓到的猎物越来越少，自己又捣鼓出了投食所，专门用来活捉猎物，避免猎物当场死亡。目前部落算上我一共9个男人，狩猎队分成2个小组，每组4个人。第一组黑牛当队长，第二组我暂时兼任队长，黑豹划到2组。
原始社会抢食物、抢女人再正常不过，赶出来游逛的部落都不是善茬，没有法律约束，只有弱肉强食，谁强大谁就能活下去。这部落的人都在干什么？怎么个个都在玩泥巴？那5个像窝棚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猎物就在眼前，冲！快撤！门内是死守的决心，门外是焦躁的怒火，一方寸步不让，一方投鼠忌器，战局陷入焦灼。跟我出来！石头最多扔30-40米，弓箭能射70-80米，这就是1寸长1寸强。放下武器，趴在地上，不然射死你们！首领，这些人怎么办？要杀了吗？先把他们捆好，2个人一组，绳子绑住脚，2人绑在一起，就算想跑，也没法同时抬1只脚，各跑各的只会摔倒。5，你帮他们处理伤口，敷上3七粉止血，要是伤口感染，就只能等死了。谁让他们来攻打我们部落？没杀他们已经够仁慈了。等他们伤口养好，正好拉去建城墙。蛮族突袭和弓箭退敌，猎物充足，能养活俘虏，但必须控制口粮。部落一下子多了10张嘴，奴隶不能吃得太饱，每顿只给半饱，这样才没力气逃跑。没受伤的2个去外面挖泥巴，伤势轻的去打磨石头，做石矛做箭头，重伤的关进土屋，让他们自己恢复。也不知道这8个受伤的能不能活下来，肚子被射穿的伤势最重，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。部落人手本来就不够，奴隶还得有人看守，组建一支女子小队正好。花魁，我任命你为女子小队队长。看好了，弓弦要拉满，眼神锁定目标。手肘再沉一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华夏部落一共有3支小队，黑豹担任2小队副队长。我不在时，由黑豹去全权指挥。整个部落一共31个人，昨天抓了10个奴隶，重伤的2个没挺过来，现在只剩8个奴隶。剩下6个恢复的不错，过不了多久就能去建城墙了。你们来自哪个部落？
为什么来打劫我们？我们来自10部落，打猎3天没打到东西，看见你们猪羊，忍不住，以为你们只有4个男人。我们部落还有40个人，求你放我们回去，以后再也不敢来抢了。打完我们就想走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要不是我们有弓箭，早就被你们杀了。放你们回去，再带人来打我们，当我傻吗？10部落还有20个男人，头领救不回去肯定会找来，还有狼部落也是威胁。我必须尽快发展部落，不然真打起来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怎么才能提高部落战斗力？制作铁器现在不行，铁矿石都不知道在哪儿。岩是大问题，得尽快找岩石。目前只有2个办法：做盾牌，或者做藤甲。平原藤本少，先做盾牌，训练精英小队。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口，没人，再多武器也没用。多挖陷阱，储备过冬，碰到石头，种子都带回来。好，首领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上次10部落用石头伤人，才意识到防御短板。部落防御日渐成型，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。此次收获颇丰，足可支撑月雪。全部落39人，每天消耗2只羊，食物目前充足。先把猎物都赶进新牧场，种子树苗单独放好。猪羊115只，兔子20只，牧场初具规模。南瓜可以当主食，容易种植，产量还高。山麻能做绳子，能织衣服，还能做渔网，太有用了。2大关键物资到手，部落发展即将提速。这一带猎物少了，等城墙建完，去更远的地方捕猎。返程收获满满，山林深处却另有异动。
青鸾，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你们火鸟部落一个都走不了。你们饕餮部落怎么知道我们行踪？要不是你们卑鄙偷袭，我们怎么会被追杀？哼，你不用管我们怎么知道的，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。你赶快回部落，告诉族长，饕餮部落要攻打我们的盐矿。盐矿只有2000人，根本挡不住他们的进攻。赤狼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救救我们！身边只有我跟黑牛2个人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小心！小心！强敌暂时退去，神秘部落的盐矿危机才刚刚开始。谢谢你救了我们，我们火鸟部落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火鸟部落居然是3万多人的大部落，族长还是他父亲。我们本来是运盐的队伍，中途被饕餮部落埋伏，200多人全都牺牲，现在就剩我和古丽2个。你们的武器很厉害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如果火鸟部落有这样的武器，一定能打败饕餮部落。这样的武器能不能跟我们交换？我们可以用岩石、毛麋、坐骑来换。不行，我确实需要岩石和坐骑，但不能换。火鸟部落人太多了。那我能不能去你们的部落看看？到时候我一定给你送来大量的岩石。先给你朋友好好包扎一下吧，他的大腿一直在流血。这片区域居然存在大量超级部落，我们部落能活到现在全靠运气。巨大压力扑面而来，必须快速发展部落。不然哪天部落覆灭都无从知晓。他们的对战动作简单粗暴，毫无战术技巧，战场瞬息万变，死守硬冲都不是上策，必须攻守兼备。停！御敌进攻，左手举盾防御，右手长矛同步反击。战场切忌单打独斗，各自为战，只会全军覆没。今日所有猎物都赶进牧场了吗？全都赶进牧场了。如今牧场一共有多少只牲畜？牲畜数量过多，单纯割草投喂根本无法满足口粮需求。草绳串联羊群，便能统一牵引外出放牧。羊群受惊四散逃窜，不可能同步挣脱绳索。
再也不用担心牲畜走失。首领，您简直不像凡人。他们妄图掠夺食物，屠戮族人，沦为奴隶，皆是咎由自取。是吗？你们自行练习制作，完工之后再来告知我。羊毛省亲王闪悟夫所，可制衣、渔网，捆绑奴隶，用途十分广泛。走。王是熊老头，他若必定覆灭狼部落，报此血仇。率先出兵剿灭于石部落，双方仇恨早已无法化解。与其被动等待袭击，不如主动出击，一举覆灭石部落。队伍训练完毕，正是出兵最佳时机。我计划明日一早全员出征，主动攻打石部落。此举太过冒险，石部落成年男子近20名，我们难以抗衡。石部落居于东边，原始人以太阳计时，2日路程即可抵达。此前打猎时，我便叮嘱黑牛收集野鸡毛备用。部落交由你驻守，奴隶胆敢逃防，直接射杀，不可心慈手软。首领放心，部落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原始社会强者优先进食，男人吃饱守护部落。等他们入夜熟睡，我们再冲杀突袭。部落常食内脏素材，全员消除夜盲，夜间事务无碍。差不多了，5吨矛手在前，6弓箭手殿后，行动！把他们都捆起来，全部扔掉武器，趴在地上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成年俘虏可带回做奴隶，孩童无法下手。先全部带回部落，再做安排。首领，我们带这么多石头到底有什么作用？这可是好东西，等以后部落人多了，再过来多拉几次。花魁能不能看住奴隶，别出什么事才好。这段时间，奴隶们没惹事吧？你们走后第2天，奴隶们就开始有点异动，
有几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逃跑，然后被我看到了。把铁矿石搬到城墙里放好，所有人都过来一起修筑城墙。黑牛，你带小队去附近查看陷阱情况。首领，麻绳都做完了，羊毛绳也制作完了，陶锅30个，陶盆20个，陶碗100个。您看这陶器还做不做了？先不做了，我们大家够用就行了。我们还是先把渔网做出来吧。熊老头，我教你们做一个新东西。洛西，你也一起来。首领真是太厉害了！你们先留在这儿捕鱼，我先回去了。今天晚上吃鱼，烤着吃、煮着吃都可以。先把城门做出来。城墙主体完工，只差城门完成主城防御。从此以后，这就是华夏部落的主城了。今天吃30条鱼，剩下的170条明天接着吃，吃不完就晾晒做成鱼干。都过来，把城门抬去城门口装上。从此以后，这就是华夏部落的主城了。排好队，每人1碗鱼，吃完还能领鱼汤。今天给大家定好职位，所有部门都归我管，各管一摊，分岗权责清晰，部落运转才能稳定。熊老头任生产监队长，带3人管烧窑、木炭、麻绳、箭头、石矛。是首领。洛西任捕吃队队长，带2人负责捕鱼。明白。花魁任保卫科队长，鱼管牛领1队狩猎，黑豹领2队作战。遵命。红管食堂乌任卫生所所长，带2人采药治伤。是首领。散会。深夜严防，杜绝外敌偷袭部落。少量食物管控，消除逃跑余力。洛西带队捕鱼，花魁看守奴隶并紧锁城门，熊老头敲碎铁矿石，呜呜外出采药与放牧牲畜。收到。起早备好冬衣，抵御入冬严寒。是。箭雨射杀前排，谷口狭窄引发踩踏，
猎物死伤后再补刀。前方追兵气势凶悍，不知是哪个部落。是狼部落的血狼，黑狼的4大统领之一。上次落水部落就是被他追杀，我们才逃到了这里。当日落水部落差点被他屠杀殆尽，幸好是夜里，山里野兽多，才吓退了他。没想到再见面，他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。今日了结血狼旧怨，救下无辜难民。放下武器，趴在地上，否则全部杀死，一个不留。放箭！放箭！黑豹，把他们捆了，带回部落做奴隶。是。多谢首领出手相救，不然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。没救了，血都快流干了。我们是山部落，住在大山里，靠野果为生。狼部落逼我们送10个女人，首领不同意，雪狼就带人追杀我们。现在你们打算去哪儿？首领死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能去哪儿。你们加入我们部落，待遇跟族人一样。我们吃什么，你们也吃什么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入了部落就要以华夏部落为主，你们之前的部落就不存在了。我们愿意加入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个部落的人了。我们部落一共29人，10个女人，5个小孩，14个男人。我叫竹，在部落里是巫。好，先跟我们一起去捕猎，之后一同回部落。看好俘虏，不得擅离。都镇定一点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看竹子。竹子贴草地摩擦力小，每人拉2、3只，拖着走就行。所有人戒备！花魁，是我们回来了，快开城门！首领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我们的部落，先进城再说。黑牛，带5个狼部落奴隶去挖泥巴。从今天起，山部落正式加入华夏部落，以后大家都是一个部落的人。以后部落有矛盾，及时找我解决，不许私下处理，违者赶出部落。是。主，你以后跟着巫所长一起学习医术。全部分入部落各组，14个男人拆分进狩猎小队，5人进1队，5人进2队，4人进女子小队。各队队长带新人训练。是。
首领，您要的石头都敲碎了，兽皮也全都做成了衣服。洛西，3天一共捕了500多条，都做成鱼竿，在外头晾着。你带4个新来的女人，把这次带回的猎物剥皮分割。是。走，去窑炉炼铁。按此法继续熔炼，我去捏制熔具。成了，铁器做出来了！啊！黑豹，你来试试。想不想要一把自己的铁器？磨下的铁屑沉淀1夜还能回炉，铁矿石已经用完，去石部落运矿要1天多。眼下每件铁器都金贵。1小队领1把铁刀，2把铁枪；2小队领1把铁刀，2把铁枪；3小队领1把铁刀，2把铁枪。熊老头，领1把铁刀；红，领1把铁刀，剩下1把我留着用。今天1队外出打猎，2队、3队留家训练，老成员带新队员。明天要跟青鸾会面，我提前做准备。只要你们好好表现，就有机会成为华夏部落的族人，跟大家享受一样的待遇。开城门！首领，今日捕获山羊23只，山林新增10处陷阱，现周边共计50个陷阱，每日巡查就能稳定收获，还顺带带回1批藤条。山羊全部赶去牧场交给雨，藤条入库。这几日连下3窝幼兔，算下来已有50多只了。好好照料，入冬留足种兔，其余宰杀食肉，兔毛留存纺毛线。
努力立下功劳，才可分配配偶与独立住房。中心大屋归我，各队长房屋紧挨我两侧，普通族民5人一间，分住队长房屋周围，剩余10间土屋预留备用。奴隶统一安置在城墙角落，便于管理。今日定下新规，原洛水部落族人统一惯姓龙，山部落族人惯姓山，同姓男女不可婚配，已成伴侣的不予追究。我梗名龙叶斌，竹改名山竹。首领，我叫什么？你是洛水旧部，叫龙花魁。这名霸气，我喜欢。首领，什么是结婚？结婚就是一男一女结伴生活，共同生育后代，婚后不得与其他异性私相往来，违者逐出部落，永不接纳。子嗣随父姓，夫妻共同抚养。部落后续修建60间土房，成婚夫妇可直接申领独立住房。山部落诸位初来乍到，彼此不熟，婚配之事延后再议。昔日洛水部落图腾为水，山部落图腾为山，如今两族合一为华夏部落，新图腾便是龙。明日一早，将龙纹兽皮竖在我门前，作为部落权力象征。羊角号仅2种情况可吹：一是清晨集合训练，2是外敌来袭。擅自吹号角者，罚2日禁食。每日拂晓由小队轮流吹号，迟到、睡过头者，罚使10棍，禁食1日。由黑牛小队负责。无纪律的队伍便是一盘散沙。我要把你们练出真正的战力，规矩慢慢学，一步步来。今夜花魁小队值守，10人分上下半夜轮值，遇异动立刻扬吹角示警。日后每日羊角声一响，立刻拿上工具上工。1、2小队集合。 9人配盾牌、铁刀加长矛，9人配弓箭加长矛。铁器优先分给老族人与机灵的新人，剩余6人持10矛。1、2小队随我出发，加上我共18人，赴约见青鸾。若是青鸾带几百人来，咱们武器再好也扛不住，先远远观望，对方人多就立刻撤退。古力上次伤势太重，还未痊愈，今日没能随行。这次我们带来了20袋岩石。岩石难道这么不值钱？寻常一袋岩石可换1头成年牛，或是20只山羊。出手竟如此大手笔，这么多岩石说送就送。上次你救了我和古力，火鸟部落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我们早就是朋友了。上次见你用弓箭射杀饕餮部落勇士，我回部落试着仿制，始终没能成功。叶斌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你们的部落？哼，火鸟部落爱好和平，
绝不会无故进犯他人。收了这么多岩石，实在不好拒绝。况且城池这么大，对方搜奏上一中用找到，根本藏不住。好，我带路。大牛负重能力强，等有空了，我也要抓几头驯养当坐骑。你们部落规模多大？有多少人？人不多，才80多个。火鸟部落有数万人，自然看不上我们这点人手。这是什么？竟如此高大，上面的人还拿弓箭对着我们。花魁，放下武器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，但只能你一个人进去。我相信叶首领不会害我。打开城门，把岩石都卸下来，运回部落。那边的人吃的差一些，他们是？那些是之前进犯部落被俘虏的奴隶，承担部落重体力劳动，表现好的可以获得更多食物，甚至有机会成为族人。每日干重体力活，除了吃不饱，食材和族人一样，干活卖力的还能额外加餐当奖励。奴隶竟也能吃肉，龙首领待他们也太宽厚了。虽没有盐味，却十分美味。我们火鸟部落虽大，饮食方式却很落后，这样的吃法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般小部落竟能饲养这么多牲畜，我以为小部落都吃不早饭，只有我们超级部落才有专门的牧场，养着几万只牲畜，猪牛羊兔羚羊鸡样样都有。你们牧场品类不多，木料还都是新的，应该刚建成不久吧？刚建没多久。这些东西我们部落都没有，真想问问建造方法。城墙这么坚固，就算几百勇士来攻，也未必打得下来。我们火鸟部落住在平原，没有防御工事，每次打仗都要死伤很多人。回去一定要让父亲也建一座这样的城城。这围着城墙挖的长坑是做什么用的？挖在城外是为了取泥方便，部落人手少，走远路挖泥太耗时间。自然不能说这是护城河，才第2次见面，火鸟部落底下还不清楚。也对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叶兵太过谨慎了，火鸟部落族人都直爽仗义，有仇必报，有恩必还，遇事全族齐心，从不会背后算计。每个人都像提前安排好的一样，看着格外舒心。火鸟，一起过来吃。鱼极难捕捉，我部落也很少能吃上，他们竟能全员分食，肯定有独特的捕鱼法子。
这是人家的生存秘密，贸然询问太失礼了。我今天就回部落了，等下次有好东西再给你们送过来。多谢。龙神，龙首领，我们先告辞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回去就着手建城墙，提升部落防御。熊老头，咱们江苏可是之边，首领，兽皮就能过冬，这藤甲全是孔洞，冬天穿太冷了，做这个干啥？这不是冬衣，是给勇士上阵穿的护具。去把黑牛叫来。首领，别动。这是好东西。剩下的藤条你接着编，好，能做几套算几套。天气转凉，冬天说来就来，过冬是部落的大考验。所有人回部落躲雨。原始社会缺医少药，一旦发烧感冒是要死人的。快进城，快回屋躲雨，把羊赶去牧场，赶紧回屋。首领，你怎么来了？问问牧场现在有多少羊，多少野猪，多少兔子？短棍是兔子，长棍是羊，绳结是野猪，小石子是小牛。原始人都不会算数，正好下雨没事干，该教教他们了。去把部落所有小孩都叫到我房间去。是。1加1等于2，2加2等于4，3加3等于6。3加等于6。洛西是个好苗子，以后有空单独教他。牧场牲畜多，总带木棍技术太麻烦，必须尽快学会。山羊500多只，兔子100多只，野猪160头，小牛3头，牧场牲畜总计700多头，加上洛西存的900多条鱼竿，这个冬天应该没问题了。日后牧场规模扩大，城内空间会越来越紧张，得腾出房间做仓库，存放鱼竿腊肉，口粮种地必须专人看管。红，这2间仓库以后归你管，只有你我2人能进，旁人私入仓库直接逐出部落。明白。谷口带回120多只猎物，每只160斤以上，制成腊肉脱水后约14000斤，加上几千条鱼竿，2间仓库全堆满了。过冬物资足够，可房间也紧张了。奴隶占4间房，8个小队长加山竹，60余名族人改6人间就要20间，加上食堂2间仓库，一共占了27间。在。黑牛，召集各队长议事。城内最多建60间房，得让奴隶接着扩建。城外泥砖也攒了不少。黑牛，你安排10来个奴隶挨着现有房屋扩建，必须对齐建整齐，省空间还规整。另外预留一块空地做训练场，等护城河挖通，牧场迁到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空地，养4、5千只牲畜都够。护城底打木桩，既能防牲畜坠落，还能加固合体，一举两得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黑豹，你们小队每天砍2000斤木材回来，2队共8人，每人200多斤，有铁刀加持不算难事。收到。首领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们捕了多少鱼。洛西，以后每天捕鱼够部落当日食用就行。现在2个仓库都装满了，鱼竿也存了1000多条，而且天天大量捕捞，河里鱼群会越来越少，得做长远打算，不能只顾眼前。我听首领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谁出来说？他们欺负我们，逼我们帮他们干活，自己在一边歇着。再有下次，我杀了你！现在从你们37人里选4名队长，监督日常劳作，偷奸耍滑不听安排的，直接打断双腿喂狼。10个人1间房，每间房选1名队长。女奴隶里谁干活最卖力？石梅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石梅。以后你就是女奴房间的队长。有人逃跑偷懒被抓，你们整间房都停发食物，异动必须第一时间上报，做得好，每日多领1份食物。发现异动随时来找我，队长每天多领1份食物，这是部落的认可。是。
第2间房队长石虎，第3间房队长烈，第4间房7人队长。孩子年纪小，最易培养，从小接受华夏部落的教育，便是未来的根基。长大就不会仇视我们。总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挖泥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活路。谨慎些总没错，不然部落会有灭顶之灾。你留在这里看守猎物，其他人跟我悄悄过去看看。是狼部落的青狼，4大统领之一，上次就是他埋伏落水部落，害死了我们4名族人。狼部落原本190人，上次我们杀了10几人，俘虏6个，还剩170人。今天再除掉这30个，就只剩140人了。狼部落不留老人，全师是青壮战力，女人都是抢来的。20多个孩子14岁就跟着出去打劫，个个悍不畏死。周边36个部落都被他们祸害过。投马！你们往林子深处跑，我来拦住他们。跑也跑不过狼部落，我是首领，必须护住族人。你们部落的女人早被我们掳走了，就剩你们几个残兵，早晚也是死。我就算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哈哈哈哈！你没这个机会，动手，杀了他！100米距离刚好是弓箭最佳射程，他们的石矛根本扔不到这儿。都冲上去，近身拼杀！收工，迟钝拿铁矛，一字阵推进。作弊！加快合围！你们部落为何会被狼部落追杀？放下武器，趴在地上。我们是木部落，我是首领木战。部落原本48人，狼部落逼我们上交10只羊，5个女人，我们只肯出5只羊，2个女人。黑狼大怒，派青狼带40人屠了我们部落，男人、老人、孩子全被杀了，女人都被掳走。我带着剩下的人逃了一整夜，还是被他们追上了。那你们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不知道，没食物，也没过冬的兽皮。不如加入我们华夏部落。加入可以，但青狼必须交给我处置。可以。我将愿誓死跟随首领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会带队踏平狼部落，给你们族人报仇。走吧。这些都是之前偷袭部落被抓的俘虏，还有6个是狼部落血狼的人，罚在这里挖泥。给新来的8名狼部落俘虏发木铲，带过去一起挖泥。红，去准备食物，给新来的族人接风。马上就去。给你们安排2间房，先去歇息，饭好了我叫你们。木战，首领，他们是什么人？走吧。别急，慢慢来。我打算新组建一支狩猎小队，由你当队长。你的8名族人，3人去1队，3人去2队，2人去3队，再从1、2、3队各抽3人、2人补进你的小队。你们暂时跟着黑牛一起训练。好，好，我听首领安排。刚入部落就让我当队长，族人拆分也是成理。
换了我也会提防，这是对全部落负责。如厕必须去厕所，如厕必须去厕所，乱拉乱尿，整间房一起受罚。是。主甲编得不错，要是用桐油浸泡过，防护力还能再上一个档次。等有空说得去山上找找桐树。前世见过的复合弓能装连发片，一次连射7箭，要是能做出来，部落战力能涨一大截。熊老头，跟我一起做个新东西。射程足足200多米，比普通弓箭远了1倍，省力还威力大，不愧是冷兵器之王。首领，外面雪太大，猎物都躲起来了。明天让熊老头做几个简易雪橇，有铁器材木板不难，木板当滑面，前面拖着走，能省不少力。兽皮绑脚既容易冻伤，又不方便赶路。明天得设计一款冬天穿的兽皮鞋。这是目前部落威力最大的弓。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比咱们手里的弓箭强了不知多少。这发的好是啊，首领简直像天神一样，竟能造出这么厉害的武器。首领，能让我试试吗？哇，就是这样的。放心，以后你们都会有。现在熊老头那边只有4个人，一天最多做4把，得慢慢等。这是部落最高机密，绝对不能外传。明白。明天一早，黑牛小队、木战小队跟我进山。山里雪还大，去做什么？找桐油果子，再砍些竹子。桐油果能提炼桐油，竹子用来做剑枝。等有空了，得找找生姜、大蒜之类的辅料，饭菜味道能更好。之前听熊老头说，一到冬天，山上就有很多被部落赶出来的流浪野人。明天进山正好看看，能拉拢就拉拢进部落，等人多了就去找狼部落报仇。狼部落一日不除，周边小部落就永无宁日。龙花魁，吃完饭你拿模具，用剩下的铁水打几根铁针，交给洛西。今天雪后，别让他们出去捕鱼，让他们小队用兽皮给所有人做棉鞋，多叠几层兽皮，出去捕猎就不会冻伤脚了。还有生产组，2个人编竹甲，2个人做复合弓。好，我记下了。列阵，盾牌手在前，弓箭手在后，跟我上！场面太血腥了。盾牌手顶上！放箭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有几个轻伤。 3000多斤的黑熊果然恐怖，要不是复合弓连射7箭，普通弓箭根本破不了厚皮，今天恐怕要出事。保持队形，过去看看那些原始人。
我们是山羊部落的，你们是哪个部落的？怎么会在这里？穿得这么薄？豺狼部落偷袭了我们部落，抢走好多山羊，杀了好多人。豺狼部落和野狗部落联合了，明天中午就要打过来，我们部落才60多个男人挡不住的。首领让我们10几个年轻人逃出来活命，谁知遇上了狼群。我叫月，是山羊部落首领的女儿，求求你们救救我们部落吧！救你们可以，但山羊部落必须加入华夏部落。为了你们，我们要同时得罪2个大部落，只有合在一起，才能变得更强。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。就算你们不加入，豺狼和野狗也会灭了你们。我们愿意加入，但必须和你们族人有一样的待遇。可以，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打败豺狼和野狗部落。没问题。留下处理猎物，速去速回。我们遇上了狼群，是叶首领他们救了我们，他愿意帮我们对付豺狼和野狗部落，条件是我们加入华夏部落。叶首领，只要能帮我们度过这次危机，我代表山羊部落全体加入华夏部落，只求族人能和你们有一样的待遇。没问题，我叫龙叶斌，华夏部落首领。他们2个部落加起来有90多名勇士，不好对付。你们才23人，加上我们也才70多人，未必挡得住。明天我们混在你们队伍里，等他们冲过来，你就知道了。不提前布置吗？不用，他们见你们人少，定然会大意直冲。等靠近了，我们连射4雷箭，至少折损他们1半人手，剩下的就不足为惧了。我们都穿了藤甲竹甲，他们的石矛伤不到我们。这是……不用怕，这是火，就伤人了，用对了不会伤人。竟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幸好是有非敌。放心，他们打不进来的。黑琴，把女人、孩子、老人送到后面去，男丁留在门口守着。好。他们来了！豺狼和野狗部落的人来了！我们2部族素无仇冤，你们为何杀我族人，抢我山羊？黑琴，你们守着这么多羊也是浪费，把羊全交出来，再送20个女人，我们就饶你们一命。上次你们就抢了我们几百只羊，掳走我们的女人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们算。不知死活，族人们冲！散开！放箭！收工，迟钝吃矛，推进！稳步推进，矛阵7次。
14人带回部落充作奴隶。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经历过的最大一场战斗。我们山羊部落死了15个人，男性族人还剩40个，女性族人还有30人，小孩10个，老人没有。为什么你们山羊部落没有老人？前几天，豺狼部落抢了我们放羊的女人，还杀死了部落放羊的老人，抢了约200只羊。要不是月赶回来报信，山羊都被豺狼部落抢完了，女人也被豺狼部落抢走了20多个。现在我们立刻赶往豺狼部落，把族人们救回来。这里就是豺狼部落了。盾牌手走前面，长矛手走中间，弓箭手走最后面，一步一步向部落推进。怎么豺狼部落没有人？这应该是野狗部落首领做的，他把豺狼部落剩余的男人都杀了，把女人和食物、羊群都带走了。我们现在去野狗部落。野狗部落是狼部落的联盟部落，只怕不好下手。狼部落最近到处在小部落抓奴隶，听说现在已经有400多人了。周边那个小部落都快被他们抓完了，也有很多小部落逃离了那块地方。狼部落现在这么强大，我杀了他们2位统领。大雪过后，狼部族首领一定会亲自攻打华夏部落，回去以后必须早做准备。既然野狗部落是狼部落的联盟部落，现在暂时动不了。山羊部落的女人也只能下次营救了。你们收拾东西，跟我们回华夏部落吧。首领，我们先回山羊部落，然后带着我的族人一起跟你回华夏部落。这起码还有400多只山羊，这山羊部落这么富裕吗？怪不得豺狼、野狗部落都要抢劫他们。首领，这是我们所有的山羊了。你们帮着山羊部落的族人一起把羊群赶回华夏部落，再带上那14个原始部落的族人。女人天生就喜欢强者，这是原始人的本能，由他去吧。首领，我们部落现在有多少人？我们部落现在加起来有60多人。感情这华夏部落还没自己部落人多。这是部落吗？这么大的一个部落，怎么可能才60多人？这华夏部落不会也要把我们抓起来吧？这些都是想毁灭我们华夏部落的人，被我们抓住以后就放在这里挖泥巴。原来是敌人，首领已经很好了，要是换做我，早就都杀了。把这些奴隶都带去挖坑，护城河明天就能挖好了。部落里本来就有700多只动物，再加上我们山羊部落的羊，加起来有1100多只了。这城里面有点太挤了，等过2天再安排把牧场建到城墙外面去，到时候护城河也好了，也不怕羊圈乱跑。4面城墙前面都有10几米宽，到时候用木头加固一下护城河，留一面城墙前面做牧场，200多米长的地方能养4、5千只羊。其他3面城墙前面，明年可以种植南瓜，护河河里可以养鱼。到时候再把城门口前面挖通，用木板做吊桥，就算有上千原始人来进攻，我也有信心立于不败之地。召集部落所有人到训练场开会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身边这位是山羊部落的首领，其他这些都是山羊部落族人。从今天起，山羊部落正式加入我们华夏部落，以后大家都是一个部落的人，要好好相处。如果私下发生矛盾，一定要及时找我处理。部落族人不允许私下决斗，一经发现关2天黑屋，期间没有食物吃，这也是为了部落的团结。从明天起，所有小队重新开始编组。现在部落人多了，重新安排大家的住所。部落之前有60多人，现在山羊部落加入，一共140多人。如果按之前那样分配，肯定住不下来。每间房最多可以住10人。部落要结婚的，可以单独领取一间土房。因为山羊部落刚加入，部落这些规矩我再重新讲一遍。你们山羊部落的人以后在部落里都姓杨，具体细节开完会让黑牛私下给你们解答。先说第一件事情，部落现在安排10个人住1间房子，140个人就是14间房子。部落2间仓库，平时只有红跟我可以进去，以后可能还会增加。所有小队长男女各1间房子。男性奴隶们从现在开始15人1间房间，男性奴隶一共有60人，分配4个房间，女性奴隶就10个人，也分配1个房间，我自己留1间。现在部落还剩36间房子，要结婚的可以找我来登记，
同部落之间的男女不能结婚，山姓的可以跟阳姓的、龙姓的结婚，不能娶山姓的，不然生的小孩容易变傻死亡。部落人太多，现在要重新安排职务。我们部落现在男性族人有71人，分成4个作战小队，每个小队18人。黑牛，你任第1小队队长；黑豹，第2小队队长；木战，第3小队队长；黑琴，第4小队队长。对。花魁，你还是保卫队队长。之前你们队里4名男性族人现在抽罗出来，这次山羊部落加入了30个女人，你从他们中间挑选14个人补充到你的小队，一共20人。是，首领。4个作战小队的队员分配，等下制作71个小木板，上面分别写着1、2、3、4，每块小木板上面有数字，一共18块，放在陶锅里面。所有男性族人每人抓1块，抓到哪队就是哪队。抓完之后都给我看一下。熊老头，你去准备71块小木板。部落现在女性族人有39人，现在重新分配职务，同任食堂管理员，小队10人，等下自己挑选。乌所长任卫生所长，小队5人，负责采集草药，帮部落伤员治伤。洛西任捕鱼队队长，小队5个人，负责每天捕鱼。熊老头任生产组队长，小队10人，你们小队4个老人再挑6个女人，负责烧陶、制作木炭、甲片、弓箭、衣服之类的一切事务。竹任后勤部队长，小队8人，负责每天部落的木材供给。月任教育部队长，小队5人，每天晚上负责教大家写字算数。到时候我每天教你1个小时，你晚上再去教部落里的人。雨任牧场小队长，所有小孩都分配给你们小队，一共25个人，负责放牧、割草、喂兔子、喂猪、喂牛。部落所有人都已安排完毕，给你们吃一顿食物的时间，自己挑选队员，等下训练场集合。开始挑选吧。以后的训练内容如下：除了打猎小队，早上体能训练跑步半小时，弓箭射击训练半小时，盾牌长矛对刺训练1小时。每个作战小队每天轮流出去狩猎，增加大家的实战经验，提升部落每个作战队员的个人能力。等不下雪了，就去攻打狼部落。毕竟狼部落的存在对华夏部落始终是一个威胁。饕餮部落联合了几个大部落，组成了一个联盟，对我们发起了几次大的战斗，双方都死了不少人。我们部落损失2000多人，饕餮联盟才死了1000多人。这样打下去，火鸟部落早晚会被吞并。上次回来我就建议父亲修建城墙，谁知道他们做出来的泥砖根本用不了，泥巴不加碎草，做出来的泥砖容易裂开，而且容易断和碎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如果火鸟部落有那样的弓箭，我们可以把饕餮联盟打得抱头鼠叉。我也想再去一趟华夏部落，可是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是族长的女儿，不能随便乱跑。一被饕餮联盟抓到，整个火鸟部落都会受到毁灭性打击。看来我出去这几天，你又做了几把出来，手感非常好。熊老头，先制作点普通弓箭出来。部落一下增加40多队员，得先给他们配上武器，不然训练都没法训练。首领，最近要做的东西太多了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又要做竹甲，还要做复合弓，还要做箭枝，还要打磨石头做箭头，实在太忙了。我就是动动嘴，熊老头要累断手。其他的可以先放一放，先做40把双片弓出来，再做40套竹甲和40面盾牌，最后再做复合弓。自己把熊老头当牛一样使唤，想想心里还是过意不去。明天你们进山砍木头、砍竹子，明天就可以从山上把水引下来，到时候护城河就真的成了。来，我教你们怎么使用筷子。经过豺狼、野狗部落的事，这世界还是很残酷的，必须加倍小心。晚上守夜也是对部落所有人的安全负责。我可不想在梦里部落就被人灭了。你们去砍竹子，队员们负责用长木棍把竹节打通。去砍木头，都运回城里。接下来要做吊桥。人要出去时，慢慢放下绳索，木桥就会落下去。
不出城时，转动转盘，收紧绳子，吊桥抬起来，外面的人就进不来。首领真乃神人也！只要有首领在，部落肯定会越来越强大。这么大的工程，真是咱们能建出来的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花魁，转动城门上的木头转盘，砍大量的竹子运回来，直接打桩在护城河里面，就算敌人游过来也上不了岸。人在水里无法借力，根本不可能爬上来，敢碰就会被竹子刺穿身体。有了这道屏障，部落的安全又多了一层保障。当年我被上任首领赶出部落，凭着手狠手辣杀了小部落首领，从20多人发展到现在100多人，这个仇我咽不下。狼部落之前也就180、90人，现在已经有600多人了。打仗就让奴隶冲在前面，等他们打进别人部落，我再带自己的勇士冲杀。这法子我用了10几次，每次都能给部落带来最小的伤亡。大哥，这次我在山羊部落损失了不少勇士，手臂还被那华夏部落的人射穿了。这个仇我不能不报。我派人跟着山羊部落，发现他们都去了一个有城池的部落。我的族人说，那个部落有个很大的大窝棚，但里面的人不是很多，跟之前咱们狼部落差不多。那个部落叫华夏部落，大概180多人左右，还有很多的羊群和女人。只要我们2个部落联手，一定可以灭掉华夏部落。到时候女人羊群我拿小头，大哥你拿大头。大哥，我的族人看到咱们狼部落的勇士在他们那里挖泥巴，这说明你之前的2位统领都死在华夏部落手里。铁拳，召集你部落里的所有勇士，明天到我这里集合，一起进攻华夏部落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带人过来，一起攻打华夏部落。之前羊群不多，城里空间大，羊骚味不明显。现在城里住的人多了，羊也多了，必须迁出去，把所有的羊、猪都赶到城墙外的牧场去。鱼，等到以后发现粮食种子，就拿这些粪便做肥料，首领，你要的40把双片弓和40块盾牌都做好了，竹甲也做了30多套。等到明天早上40套竹甲全部可以完成之后，再做复合弓。站在城墙上就能挡住100-200人的进攻，只要有足够的箭矢，这就是连发弓箭的威力。我之前见过首领用这连发弓的厉害，不止威力大，还可以连续发射7次。现在部落存了有3000多支竹箭，竹箭比较好制作，竹子切断是空心的，挨着接口处切断，打磨一个像子弹一样的石头放进去，箭头就做好了，箭尾处削出凹槽就能使用。等以后部落好了，就可以给竹箭绑上羽毛，那样射得更准。只是绑羽毛需要大量的绳子，今年的山麻都用完了，只能等明年了。现在先将就着用，反正200米之内偏差不是太大。把这300多根空竹子直接运回部落，竹子再多也不够用，能用的地方太多了。这是我到这个世界上建出来的第1座防御城池，是对自己的保障，也是对部落所有人的保障。所有奴隶都带上，打仗的时候打前锋，等奴隶攻进门，我们再冲杀进去。每人标配25支箭，1面盾牌，1根1米多长的长矛，再配1把骨刀。之前部落弄回来120多只动物，我让熊老头打磨出很多骨刀，就是用来装备队伍的。我要把你们都训练成精英勇士。战场上，如果盾牌、长矛被打掉，还有骨刀可以继续杀人。盾牌我改造过，拿弓箭的时候，盾牌可以背在背上，长矛直接固定在盾牌里面。等敌人靠近了，再把盾牌取下来，抽出里面的长矛，把弓箭背上，既能做盾牌兵，又能做弓箭兵，要灵活运用，才能给敌人最大的杀伤。战场上讲究灵活，没有思维的领导者不是合格的领导者。既然发了装备，就要有勇士的样子，不能随便挤在一起。一支队伍没有纪律，就不可能强大，不可能战胜敌人。以后每天早上，勇士们都要站1个小时的站姿。首领，站这个有什么用？站姿是为了打磨勇士们的意志力，还有提高勇士们的纪律性。反正首领说什么照做就行了，听不懂也没关系，服从命令就对了。等过完冬天，周边部落肯定会有战争爆发。每个部落熬过冬天都是最缺食物的时候，
食物不够就会去抢，去劫掠别人。这种事情在原始社会太常见了。现在奴隶没什么事情做，又是冬天，安排他们每天只吃1顿，只有每个房间的队长能吃2顿。只有让奴隶时刻保持饥饿感，他们才没有力气惹事。部落现在140多个族人，每人1天5斤肉，烤过煮肉还能喝汤，每天就是700斤肉。1只羊180斤左右，也就是每天要吃4只羊。奴隶们60来人1天吃1顿，1顿2斤肉，再喝2碗肉汤。部落每天最低要吃5只羊，要是吃鱼，1天要吃180条鱼。现在河里都冻住了，天太冷，没让洛西小队出去杂兵捕鱼。好在小队每天查看附近50个陷阱，每天6、7只猎物还是有的，基本能保证部落的食物，不用每天杀羊吃肉。不会的了！难道华夏部落早就发现我们了？如果华夏部落提前发现了我们，他们就会多做这种陷阱。这里明显只有一个，是他们用来捕猎的，不是针对我们的。让奴隶们在前面探路。首领平时只给我们肉汤喝，给草吃，不像别的部落还给奴隶肉吃。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首领，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城池，赶快带我去看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这辈子都没在哪个部落见过这么多的羊群。这城池被水挡住了，这么冷的天，勇士们也过不去啊。怎么这么多人？那人不是野狗部落首领吗？那他旁边那个头戴狼头的，应该就是狼部落首领黑狼了。4米多宽的护城河，就算游过去也上不了岸。护城河里都用竹子加固，高出水面1米多，爬上去也会被竹翅抻身体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得想个办法过去。城墙离对面才18米左右，弓箭手可以对他们无差别射击。所有作战小队准备放箭，放箭！继续放箭！前几秒还在有说有笑，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200多人。我们连华夏部落的门都没碰见，叫部落的巫过来给受伤的勇士治疗。华夏部落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你怎么之前没告诉我？我只看到豺狼部落首领被当场射死，那时只顾着害怕逃命，根本没多想。这次带了这么多人，心想怎么都能把华夏部落灭了，谁知道他们武器这么厉害。黑狼大哥，上次我们跟他们交手时间太短，我当时正在跟黑琴交战，没一会儿豺狼部落首领就被射死了，我只想着逃命。当时豺狼部落首领下令冲杀，100来人都冲在前面，叶斌虽然射了3、4轮箭指，可我站在后面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等我冲上去跟黑贼交战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放下弓箭拿盾牌矛厮杀了，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用弓箭杀人的场面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用什么办法才能攻下华夏部落？所有人开始搭建窝棚，先烤点食物吃，明天再想其他办法。他们是过来求死的吧？蠢得跟猪一样，站在那里给人当活靶子。这样的便宜只能占1次。狼部落跟野狗部落加起来大概还有500多人，对我们来说威胁很大，必须小心。一旦失败，部落里的人都会被杀死，女人和羊群都会被抢走。带一队下去打扫现场，把死人身上的竹箭都拔下来，他们的时髦和身上的兽皮也都拿回来。现在是冬天，也不怕尸体腐烂，把狼部落、野狗部落勇士的尸体都堆放在汇成河对面。你俩队在城墙上巡逻，看到狼部族进攻就吹响羊角。是首领。今天咱们部落没死伤一个人，就射杀了狼部落200多人。狼部落跟野狗部落也不是那么强大，有首领在，我们肯定能赢。等晚上狼部落跟野狗部落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带50人出去偷袭他们，再安排40多人在套镇河里面接应。出去的50人每人射击5次就往回走，如果他们追来，埋伏的40人用弓箭掩护。等我们撤到城里，大家一起朝追兵射击，至少可以再杀死他们几百人，剩下的人对我们威胁就不大了。首领说的对，晚上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外面有其他部落的人来攻打我们部落，大概有700多人，
已经被我们杀了200多人，还有500多人。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来了，只要参加战斗的奴隶，杀死对面3人者，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族人，跟我们享受一样的待遇。总算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了，总算能得到自由了。明天早上给你们每人都发1根时髦，等我命令。我说让你们冲杀，你们就冲杀过去，把狼部落跟野狗部落的勇士都打回去。你们有些人虽然之前是狼部落的人，到了战场上不要想着逃跑。你们都知道我们华夏部落的武器有多么厉害，敢逃跑的话，下场不用我说。只要你们这次能立功，就可以正式加入我们，好好把握机会，不要别的想法。为了华夏部落，斩杀来犯之敌！为了华夏部落，斩杀所有来犯之敌！为了华夏部落，斩杀所有来犯之敌！听说了吗？咱们部落每死伤1个人，就杀了狼部落他们200多人。就凭那弓箭的威力，谁敢在战场上逃跑？到时候弓箭手直接就把咱们射杀了。今晚给你们吃一顿饱饭，多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还有仗要打。看来黑狼还不是很蠢，留了30多个人守夜，在距离狼部落70米的位置列阵，准备放箭。放箭！第2波，第3波。让奴隶拿着武器上去冲杀！大哥，那个华夏部落首领带人过来偷袭我们了。狼部落的勇士们，拿起你们的长矛，跟我上去杀了他们！撤！盾牌防御，一边放箭一边撤退，快点拉起吊桥！这一下又损失了几百人，再这样打下去，部落的勇士都会死在这里。他们有盾牌，我黑狼也可以做盾牌。刚才被偷袭，加上冲杀时被埋伏，总共死了120人，奴隶死了100多个，狼部落勇士也死了几十个。我好不容易抓来的人，费了那么多心思，才1天就被叶斌杀了1半。大哥，明天我们可以砍一些树，用兽皮把树绑在一起，放在河的中间，我们的勇士就能过去了。这个办法不错，明天就用这方法。他们那个能射木棍的东西也很厉害，到时候让奴隶们做些木板，跟华夏部落一样。今天晚上他们就是用那个木板挡住了我们勇士投出去的石潮。帮他们包扎一下伤口，虽然伤口不深，也要敷草药，防止伤口发炎感染。晚上你带队巡逻，防止狼部族跟野狗部族偷袭。首领放心。狼部落这是要干什么？加派人手在城墙上巡逻，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。不管他们要干什么，都是为了对付我们，不能松懈。他们居然做出了木盾！各位小队注意，直接用弓箭射击盾牌后面的人。你们用盾牌堵住对面木桥上来的勇士，后面的人用石矛刺向木桥上的人。放箭！救救我们！我们不想死！为了自己活命，不惜帮仇人的部落攻打别的部落。从他们踏入战场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死人了。狼部落的勇士们用木盾挡在前面，向城墙上的敌人投掷石矛。所有小队向狼部落的勇士放箭！勇士们举盾！再这样下去，弓箭马上就要用完了。到时候只能跟狼部落打弓箭战了。红，马上带着小队去池塘烧开水。受伤的勇士立刻下去，让呜呜所长他们治疗。跟我来，从侧面进攻。奴隶分出20人去左边木桥顶住，木栈花魁，你们带小队过去左边防守。是。